18、19岁的姑娘，青春无敌。哪怕苏无忌还未见到宋之瑜的全貌，但他也很确定，对方浑身上下必然没有一处不美的。但自己是个正经人，这种话又怎么说得出口？具体说不出来，就是感觉很漂亮。苏无忌咳嗽了2声，把目光从那毫无瑕疵的脸上挪开。这前天还沉浸在月神夫人的温柔乡里，今天又要面对漂亮校花的明媚眼光。苏老板这日子真是有点难熬啊。无忌哥，宋之瑜的眼睛仍旧亮晶晶的。我刚在皇后酒吧住了2天。苏无忌对这方面自然很敏锐。这怎么突然来酒吧住了？宿舍不安全了吗？宋之瑜说道。我总觉得有人跟踪我，千羽姐说她会帮我搞定。苏无忌的眼神稍稍一眯，微微点头。现在的千羽说出这种话，就代表他一定办得到。宋之瑜微垂目光，千羽姐越来越厉害了。他的后半句放在心中没有说出来。我得早点追上才行。这不是宋之瑜第一次觉得被别人跟踪了。苏无忌想了想，忽然问道：这事儿你有没有告诉宋鹤鸣？宋之瑜愣了一下，眼睛里随后闪过了一抹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光，问道：我需要告诉宋局长吗？苏无忌一看便明白，今天宋鹤鸣到来之后，应该还没有跟宋之瑜单独聊过，但他却很肯定地说道：放心，老宋肯定已经知道这事儿了，估计用不了2天你就能回女生宿舍住了。这么快吗？听到2天就能结束，宋之瑜倒是并没有多么惊喜，反倒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不过这丫头倒也没多表达什么，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哥，你说宋局长为什么这么照顾我？苏无忌看了看她那好看的眉眼，微笑着说道：也许他看到你觉得像是看到自己女儿一样，本能的觉得亲近。听了这个解释，宋之瑜的眸光微凝，若有所思。别想太多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苏无忌拍了拍对面姑娘的肩膀：皇后酒吧绝对安全，你如果不想回宿舍，一直在这里住下去也没问题的。好呢。18岁少女看似笑眼弯弯，但眼眸深处已然藏着些许心事了。苏无忌回到了房间，简单洗漱了一下，都没有让萧英磊来给自己按按摩，便直接睡觉了。而宋之瑜则是静静地站在窗前，若有所思，直到半夜才回到了床上，辗转反侧。第2天一早，苏无忌完成了基础训练之后，便让小庞开车去了一趟铃木银行的总部。只是苏无忌却没想到，在总裁办公室里并未见到穆千羽，而是童悠柔。柔姐，你怎么还在这边呢？苏无忌意外地问道。童悠柔挽了一下垂落侧脸的短发，看了看苏无忌手边的早餐，轻轻一笑：肯定不是给我带的。在之前穆千羽离开华夏之后，童悠柔便空降铃木银行，主持所有工作。后来因段玉涵失踪，苏无忌才听柔姐说起了这件事。但是穆千羽现在已经回来了，童悠柔却仍旧待在这一把手办公室里，并没离开。苏无忌笑道：你吃早饭了吗？你给千羽买的我能吃吗？童悠柔问道。她的俏脸上一直挂着笑意，并没有丝毫吃醋的表现。嗨，昨天晚上刚刚回来，解决了一点小麻烦，都还没来得及联系你们呢。苏无忌笑着打开了早餐盒：就是小笼包，你快吃点吧。一段时间不见，童悠柔还是女强人的干练气质，在开着暖风的房间里，
穿着薄薄的浅灰色西装，袖子挽起，露出光洁细腻的小臂。虽然整体仍旧是风风火火的感觉，却莫名多了几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柔美。两种感觉丝毫不冲突，反而很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年纪应该是比艾斯戴尔小个2-3岁，两人虽然都属于掌控型的，不过具体细节的气质却截然不同。而且苏无忌是见识过童优柔的身材的，那跳起女团舞蹈的时候所产生的吸引力，简直是堪称爆炸的。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作风强势、行事果决的女人，居然会只穿着贴身衣物，在苏无忌的面前跳那些热辣劲爆的舞蹈呢？这种极致的反差，让苏无忌一时间又有点恍惚。如果让童优柔像以前一样，在穆千羽的办公室里给自己跳舞，而且千羽这办公桌挺宽大的，看起来足够并排躺俩人的。算了算了，这想法实在是太过于渣男了。苏无忌还是尽力把这念头从脑海里赶了出去。自从跟江晚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之后，苏老板遇到和自己关系亲近的女人，思路总是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跑，偏明显都变得不纯洁了。似乎是担心小笼包的汤汁溅到衣服上，童优柔脱掉了外套，露出了穿在里面的白色针织衫，那身材的线条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苏无忌的眼前。即便是坐着，他的小腹处也仍旧没有任何的赘肉，整个上半身的起伏近乎完美。虽然没有俏俏姐龙清河那么饱满的视觉感，但这起伏的角度和比例已经近乎于完美了。童优柔一抬头，发现苏无忌正盯着自己的胸口不住地打量着，一时间微微面庞微热。被苏无忌这样难宁，柔姐一点也不生气，要是换做别人，怕是已经一耳光抽过去了。为了避免尴尬，她强行找了个话题：你见过千羽了吗？这真的是顺口一问，倒不是为了证明先见谁后见谁而争风吃醋。还没呢，我都不知道千羽最近在忙些什么。苏无忌摇了摇头，随后伸了个懒腰。最近还真是累了，这次回到灵州得好好歇一歇。每天打打麻将，看看美女，这才是正常生活啊。童优柔现在自然已经知道，苏无忌不是一个简单的酒吧老板了。他看着面前的青年，那始终带着笑意的眼睛里，明显藏着许多与光阴和硝烟有关的故事。这种气质是绝大部分男人所不具备的，以至于一靠近他，就特别想要探寻他身上的这些故事。对于其他男人，就再也提不起兴趣来。童优柔说道：这次在非洲打了不少仗的。苏无忌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不值一提，都是小事儿。本老板可是百战百胜，无人可挡。这模样看起来还挺油腻，但一贯笑点很高的童优柔还是忍不住地笑了出来。他这一笑，那明眸皓齿的样子，让这装修风格比较清冷的行长办公室都变得生动了许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和清河也跟着你去非洲看看。这想法明显是早就存在于童优柔的脑海里的，但是龙清河的名字可能是刚刚加上去的。好啊，这没什么问题。苏无忌问道：清河最近在忙些什么呢？童优柔说道：你那个麦克斯韦的代言，让清河现在一跃成为了广告商的宠儿了。各大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都愿意找清河谈代言，她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快成了吸金女王了。虽然龙清河以前口碑不错，形象正面，但远没有到红地发紫的程度。而且
如果麦克斯韦要选择代言人，可能有不少人的顺位都要排在龙清河的前面。很多企业不理解麦克斯韦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他们相信，这个全球第一车企之所以做出这么个选择，一定是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其他国内的企业只要跟着做选择就行，保证出不了错。要是让这些企业老板们知道麦克斯韦选择龙清河代言的全过程，怕是得感慨，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米国也是个人情社会。苏无忌摸着鼻子笑起来，随口半开玩笑地说道：忙点也好，这样就没时间谈恋爱了。这句下意识的话完全是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童幽柔问道：这样你就能一直把清河拴在你的身边了？柔姐别开玩笑，我和俏俏姐的关系还没到那种程度。苏无忌说道。童幽柔的眼睛很清澈，她的目光落在苏无忌的脸上。如果有别的男人追求清河，你确定不吃醋？苏无忌一摆手：嗨，随便追，能追走清河那是他的本事。哦，这样啊。童幽柔说道。那最近追求清河的人是有不少，你要是真的忍心俏俏落入别的男人的魔掌里，那我也就白操心了。最近有谁追清河的啊？苏无忌立刻问道。这家伙明显很在意。说起来，俏俏姐那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温柔样子，实在是让人很心动。要是那身上的极致曲线真的被别地男人碰到了，苏无忌10000个不愿意。不告诉你，我吃完了，谢谢苏老板的小笼包。童幽柔轻轻地擦了擦嘴，起身收拾餐盒。当他弯腰把餐盒放进垃圾桶的时候，那白色的宽松西装裤立刻在后腰之下，大腿之上的位置绷出了浑圆圆的轮廓。苏无忌立刻挪开了眼神，不然他真怕自己今天在这莫千羽的办公室里擦枪走火了。对了，你和千羽是怎么商量的？接下来还要一直待在铃木银行了吗？苏无忌问道。童幽柔轻轻摇了摇头。其实我和千羽之间没有细聊过，但我总感觉千羽志存高远，应该不会回来再负责具体的银行业务了。志存高远？苏无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轻轻摇了摇头。他也不容易，但其实可以不用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的。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童幽柔在铃木银行的表现算得上是惊艳，不仅守成有余，甚至开拓方面也做得非常不错。他虽然之前不了解金融业务，但毕竟在娱乐圈里人脉极广，仅仅靠他一个人，铃木银行的总业务量就翻着倍的增长。银行高层里那些不服气的声音也渐渐消停了，甚至都开始佩服穆千羽选人的眼光。看了看时间，童幽柔说道：我要去开会了，你今天要是没事儿，可以去看看千羽。和苏无忌短暂相处的这半小时，让柔姐的心情极好。她很想多和这个青年关起门来多待一段时间，随便聊什么都行。但童幽柔很清楚，自己不能就此霸占对方，尤其是在穆千羽的办公室里。柔姐，苏无忌忽然说道：希可你安排2个保镖吧。童幽柔很受用这份关心，但却拒绝了。我一直有保镖的。不行，苏无忌说道。铃木银行势头太猛，而金融圈子里到处都是血雨腥风，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会成为众矢之的的。首都的金融反腐还没结束呢，光是魏家和林家就牵扯了各个部门极大的精力，还有一些隐藏极深的大号硕鼠并未现形。好，都听你的。童幽柔微笑着说道。随后他沉默了10几秒，
似乎想通了某件事情，才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张开了双臂。你好不容易回来，咱们拥抱一下吧。他说道。苏无忌轻轻抱住了童幽柔。当那纤细柔韧的腰肢落入手掌中，他莫名想起了此刻还在大洋中航行的艾斯戴尔。渣男，这种时候还能走神。苏无忌想起了和艾斯戴尔在黑暗舞厅里紧紧相贴的场景，于是下意识地复刻了当时的动作。他那本来放于后腰的手顺势下滑，苏无忌的双手往下这么一滑，让本来很柔很软的柔姐身体变得陡然一紧。虽然之前当着苏无忌的面跳过一些比较热辣的舞蹈，但童幽柔的后腰之下还从来没被苏无忌的手这么全面地覆盖过。当手感传到心里，苏无忌的心脏立刻一个咯噔，瞬间清醒了许多。这不是艾斯戴尔，俩人的触感完全不一样，但都非常美妙。苏无忌没有抬手，童幽柔也没有挣脱开来。他低着头，目光落在苏无忌的胸口上，似乎不敢把眼光抬起来，毕竟抬起了眼睛，也就抬起了嘴唇。此刻的柔姐显然也完全不相信他自己的定力。在这铃木银行的办公室里烧起来总归是不太好的，毕竟即便之前做出了极为出色的业绩，甚至还收购了枢纽资本在华投资项目的所有股份，童幽柔也始终没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盘。这时候敲门声响起来，本来正在有些思绪不清的童幽柔本能地往后退了一大步，就像是害怕做坏事被人发现了一般。小秘书段雨涵走了进来，他看到苏无忌也在，立刻露出了极为惊喜的神情。无忌也来了呀。上次穆红轩把段雨涵给扣了，如果不是苏无忌出马，这小秘书的结局说不定会很麻烦。由于过于惊喜，段雨涵都没注意到童幽柔脸上那完全不正常的红润。是啊，昨天才从国外回来。苏无忌顺口夸了一句，这才几天不见，雨涵又变漂亮了。这句是纯客套，常去皇后的姑娘们都知道，苏老板见到任何一个姑娘都会这么夸。段雨涵笑道，我变得再漂亮，也远远比不上董事长和柔姐，倒是你更帅了。他倒也没忘记正事，立刻转向童幽柔，柔姐，各部门总监都已经到了。好，那我们先去开会。童幽柔扭头看向苏无忌，眼睛里似乎藏着一抹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情意。段雨涵对苏无忌说道，无忌，今天白天太忙，等晚上我们再去皇后找你呀。苏无忌立刻说道，我来就是想说这事儿，这几天你们尽量别去皇后。童幽柔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在赶人，她眼睛里的那一抹情意瞬间褪去，女强人身上那种杀伐果断的感觉立刻出来了。有人上门闹事。苏无忌说道，一点小小的江湖恩怨罢了。童幽柔说道，如果需要帮忙的话。这句话尚未说完，他便下意识地止住了话头，因为这一刻柔姐忽然就理解了穆千羽的选择。是的，自己能帮苏无忌什么呢？发动水军和狗仔吗？如果上次的穆红轩事件中不是苏无忌出手，别说拿下枢纽资本的项目股份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出问题。那种强烈的无力感瞬间将童幽柔笼罩。段雨涵倒是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担忧地问道，危险吗？要不要报警？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嗨，他们要是能给我造成危险，
我这酒吧老板岂不是白当了？那你注意安全，事情解决之后给我报个平安。童悠柔说道。段雨涵在旁边点点头，他看了看面色郑重的童悠柔，又想起了和苏无忌关系亲近的穆千羽，忽然开始下意识地替苏无忌头疼了起来。这些姐姐们各顶各的优秀，该帮苏无忌选谁好呢？总不能全都选吧。童悠柔心事重重地去开会了。苏无忌离开了铃木银行，直接开车到了穆千羽的公寓楼下。在哪里呢？他发了个消息，穆千羽却把电话回过来了。我来首都了呢。他的声音轻柔，背景音却有着些许的嘈杂。苏无忌说道：怎么我一到灵州你就跑到首都去了？穆大小姐，你这总是躲着我啊。穆千羽轻笑道：哪里敢躲着我的大靠山，我到首都来是为了给铃木银行谈几笔融资，顺便见几个朋友。你下次去哪里能不能提前跟我汇报一下？苏无忌问道。穆千羽笑得很开心。我用什么身份来给你汇报呢？是下属还是女？女朋友的后面俩字被他刻意咽了回去。苏无忌咳嗽了一声。都行。都行。穆千羽微笑问道：你这是变相承认了什么吗？苏无忌义正言辞地说道：总之咱们既然要并肩作战，就得互通情报。穆千羽说道：好啊，我尽量办到。苏无忌听出了这句话里的余地，说道：不是尽量，是一定，不然我看咱俩的关系要变淡了啊。穆千羽的声音柔软了下来。好，听你的，不能变淡。这还差不多。苏无忌又扯了几句，随后挂断了电话。穆千羽把手机收起来，看着桌子对面的运动装姑娘，轻笑着说道：首都的早餐不如灵州好吃。灵州是出了名的美食荒漠，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那儿不好吃。这运动装姑娘夹起包子咬了一口。穆千羽说道：其实好吃的挺多的，和首都相比，我们那里口味清淡一点，吃完肠胃都挺舒服的。不咸不辣多没劲。运动装姑娘说道。这俩人听起来真的像是在评价吃的。运动装姑娘随后指了指桌上的猪肉大葱馅包子，说道：无忌挺喜欢这家的包子的，每次都得吃10来个，还得点一份炒肝和芥菜。这个穿着黑色运动装的姑娘竟是江婉欣。要是苏无忌知道这俩姑娘竟然坐在一起吃饭，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婉欣。穆千羽忽然话锋一转，他最初都是称呼江婉欣为婉欣姐的，这次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而改了口。江婉欣说道：怎么了？穆千羽说道：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江婉欣想起了某件事情，笑了一下。我理解。毕竟在某个领域，现在的江少校可谓是遥遥领先。穆千羽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江婉欣的潜台词，但以穆大小姐的敏锐直觉已经感觉出来了。此次再见到这位少校，和之前的感觉并不一样。如果说之前的江婉欣是漂亮的话，那么现在她的这一种漂亮多了一层水润的光泽。紧接着江婉欣便说道：但其实我能感觉出来，这一次的你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两人的变化并不相同。穆千羽拢了拢头发，最近确实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江婉欣点点头，半开玩笑地说道：更有女王范儿了。穆千羽也微笑道：现在见到的越多，越是觉得自己之前太肤浅。我可不奢求成为女王，只奢求不要被那些真正的女王踩在脚下。江婉欣的表情认真了一些，
就像看着一个很难对付又值得尊重的对手。他说道：我理解你的想法。穆千羽说道：婉欣，我这次来首都，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应该对你来说挺重要的。江婉星的眸光一凝，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以他的聪明，自然瞬间就猜出来这消息到底和什么有关。我在回国之前和雷蒙达成了合作，深度查阅了雷蒙情报局的绝密 S 级档案。穆千羽说道。他知道面前的漂亮少校值得信任，因此并没有掩盖自己与雷蒙交易的事实。两人虽然在某些领域中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关系，但未来更多的还是要并肩作战。为了那个男人，江婉星说道。然后呢？他本能地伸出手握住了穆千羽的手，后者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此刻江婉星的掌心已经因过度紧张而变得冰凉。放心，是好消息。穆千羽先让江婉星安了心，他随后接着说道：雷蒙情报局的 S 级档案库里有当年坠机案参与者的证词。江婉星的话语里控制不住地带上了颤音，他问道：什么级别的参与者？穆千羽说道：禁锢黑渊的叛徒，裁决庭的第一禁卫。第一禁卫。在阿德里安暂时矿山的行动结束之后，苏无忌便已经跟江婉星聊起过禁锢黑渊的事情。他对裁决庭和禁卫这两个词已经完全不陌生了。这个第一禁卫曾经是禁锢黑渊激进派的人，后来觉得和激进派理念不合，便倒向了温和派。但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他在温和派中也得不到信任，便干脆直接判出了禁锢黑渊。穆千羽说道：现在这个曾经的第一禁卫还在黑渊裁决庭的全球裁决名单上。平日里坚强的江婉星此时眼眶已经控制不住地红了起来。他知道我爸的消息吗？穆千羽的右手也握住了江婉星的手，他说道：我看到了他的证词，他说黑渊后来已经后悔对华夏专机动手了，即便是激进派的那几个疯子，表面上也不敢煽动江叔叔，只能限制住他的自由。而江叔叔在离开非洲之后被送往了墨西哥。停顿了一下，穆千羽说道：这个第一禁卫就是押送者，他还为江叔叔挡住了几次袭击。而雷蒙判断，这个第一禁卫之所以从激进派转到了温和派，应该和江叔叔的劝说有关。江婉星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如同一株被雨水淋湿了花瓣的凌霄花。千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他说着，随后站到了桌子边，对着穆千羽敬了个军礼。穆千羽起身，轻轻抱住了这流着泪的姑娘。苏无忌没见成穆千羽，也没见成朴姐姐。最近出了几场命案，灵州市局忙得要死，以朴妍希的能力，自然成为了专案组的顶梁柱，吃住都在局里。中午跟宋之瑜一起吃了个饭，苏无忌开着破桑塔纳送他回了学校，然后这家伙又叼着烟蹲在林大的门口，看了看年轻男女来来往往，不禁感慨，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不会反射在狙击枪瞄准镜上的阳光，不掺杂着硝烟味和血腥味道的清风，以及那些干净的衣服和清澈的眼。在历经生死的大战之后，便会发现，原本生活中看似那么庸常的事情，都会显得无比珍贵。苏无忌在路牙石上坐了1个多小时，感受了一下人间烟火气，才咧着嘴笑眯眯地发动了车子。再也没有什么比活着回到人间更享受的事情了。他本想让萧英雷给几个包臀群牌友发消息，准备在套房的麻将桌旁大战一下午。然而这个时候，萧英磊却说道：老板，
李运宪被从泰国带回来了，现在就在皇后。不得不说，老苏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李运宪刚刚落地泰伦国，还没走出机场，便直接被抓了，然后原地起飞，落地灵州。你先审，我随后就到。苏无忌说着，发动了车子。这时候，一个身穿白色大衣的姑娘，正默默地看着这台桑塔纳从眼前驶过。那张还算不错的俏脸之上，满是复杂，正是卓灵雨。在化粪池一事之后，她住了半个月的院，在心理医生的治疗下，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学校上课。那一场耻辱，是她内心里永远不敢翻开的伤疤。这姑娘虽然三观有问题，但其实很聪明。她遭遇了那些重口味的倒霉事件之后，自然已经发现，这一切都是因为苏无忌。而这恰恰从侧面说明了，这个老同学的非同一般。卓灵雨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俯视着对方，可苏无忌好像早就站在了一个让自己垫着脚都触摸不到的高度上了，这让他所做的一切变得无比浅薄和可笑。灵雨，刚刚那个是皇后的苏老板。一个女同学问道。卓灵雨轻轻点头。那你不去和他打个招呼吗？那女生说道。好久没见到他了。卓灵雨摇了摇头，收起眼中的复杂神情，说道。时间不早了，图书馆的自习区要没位置了。说完，她转头朝着学校走去。那女生看着她的背影，说道。总感觉灵雨最近变了很多，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苏无忌赶到了皇后酒吧，便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色短袖和轻薄休闲裤的男人，正是曾经有过一些过节的李运宪。他被从炎热的泰伦国抓回来，到了初冬的灵州都没有外套穿，萧英磊没给他开空调，甚至还开着电风扇直吹，把这位黑社会老大冻得鼻涕直流。一见到苏无忌，李运宪便立刻认了出来，喊道：苏，哈哈，苏少。苏无忌说道。李老板眼力不错啊，咱俩都好几年没见了，你还能一眼就认出我来。平心而论，这个李运宪从外表上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个黑社会老大，反而有点文质彬彬的感觉。李运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当然，苏少的样子我始终刻在心里，一直不敢忘。当年在那座城市里，这条还不到20岁的年轻过江龙似乎只是随便的摇头摆尾一下，便搅得翻天覆地，让在当地深耕了那么多年的李运宪毫无还手之力。苏无忌问道：那你这次跑什么？李运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人想要借我之手来对付苏少，我如果给您通风报信，肯定得死。既然两边都惹不起，不如直接跑路。苏无忌摇了摇头。是谁要借你之手的？李运宪回想着当时的情形，脑门上已然冒出冷汗，说道：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据说是来自于北方的江湖世界。本来我正好端端的睡觉，结果他们半夜便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我的床边。苏无忌眯了眯眼睛，问出了这件事中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是北方的，你是南方的，八竿子都打不着，怎么就能知道你在6年前跟我起过冲突？李运宪说道：这一点其实我也不清楚，我猜测他们要以我的名义来对付苏少，是不是说明这帮人也不敢和您正面碰撞，只想让我来背锅？苏无忌回想着金飞扬和李晨良之前的嚣张行径，冷笑道：
他们还不敢和我正面碰撞，都快踩到我的脸上来了。李晨良深吸了一口气，抱歉苏少，我知道的消息真的就那么多，你就算是给我用刑，我也只能交代出这些来了。他是真的不敢和这条过江龙再抗衡了，尤其是在知道自己卷入了江湖世界的冲突之后。那些门派里都是各顶各的高手，自己这所谓的黑社会根本不够看的。可李运宪万万没想到，自己悄悄提前跑路，居然刚刚落地就被抓了回来。这个年轻男人的关系网得有多恐怖？苏无忌盯着李运宪看了看，随后道：不，我坚持认为你一定是有利用价值的，不然那些人又怎么会找上你呢？苏无忌去北方3省的次数极少，之前与虎灵山和雪峰门之间更是没有过任何的冲突，这次矛盾爆发的莫名其妙，总不能是因为这2大北方门派想要进军临江省，所以直接把自己选做了目标吧。苏少爷很无辜，都不知道自己招谁惹谁了。他随后对萧英磊说道：找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别把脑子冻坏了。谢谢苏少。李运宪连忙说道，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还有点饿。苏无忌说道：再给他泡一碗方便面，让他边吃边想，要是想不通的话就饿死在这里好了。这是皇后酒吧的地下室，得通过专门的通道才能进得来，就算是李运宪死在这里，警察都找不到。几分钟后，萧英磊把一碗泡面放在了李运宪的面前。他看来真是饿透了，也不怕烫，几大口便吃完了。吃完了之后，他又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不确定，以前我的那些手下里有没有人是来自于北方门派的，也许是我以前对他们太粗暴了，所以这些人趁机祸水东引，想要报复我。呵呵，果然吃饱了就能想起挺多事情来的。苏无忌冷笑了一声，问道：再仔细想想。他还真的没有逼迫李运宪。说完了这句之后，便转身出去了。李运宪皱着眉头，似乎真的陷入了思考之中。萧英磊迈着那双大长腿跟了出来。老板，我们接下来还要对套。他把门关上，问道。苏无忌摇了摇头，接过了话头。这李运宪并不清楚冲突的缘由，能想出来一些蛛丝马迹固然好，但不要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萧英磊问道：老板，是不是这次北方的2个门派其实也是听了别人之命才来皇后找麻烦的？苏无忌点了点头。这种可能性不小，毕竟我已经习惯于这些事情的背后总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了。他坚信所有出现在台前的都是被利用的工具人。停顿了一下，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只是不知道这一双手和禁锢黑渊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不是同一只。萧英磊抿了抿嘴，犹豫了一下。老板，有件事情我得告诉您。苏无忌问道：什么事情让你都吞吞吐吐了？萧英磊苦笑了一下，说道：先说好，您不要生气。好，我不生气，你快说。苏无忌催促道：再不说就扣你奖金。您老爸走了，和邵司令员一起坐飞机离开的。萧英磊说着，眼光始终瞄着苏无忌的脸。老板说好不生气的。哼。苏无忌愣了一下，随后咬牙切齿：苏瑞为老不尊啊，他自己放了狠话，然后脚底抹油的跑了。我真想扣这老登的工资。北陵省铁山国际机场，贵宾候机室来了一群身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为首的一人看起来50-60岁，
头发灰白，皱纹颇深，身形颇瘦。这干瘦的身材有点类似于金飞扬。他的黑色大衣上有着深棕色狼蹄毛领，走起路来每一步都透着强烈的肃杀之意，就连服务员都畏惧于他们的气场，不敢上前。这位就是虎灵山的掌门谢耀言。见到这一行人过来，候机室里的另一群强壮男人站了起来。他们全是穿着白色的厚绒大衣，衣服的左前胸上绣着一个雪山的图样。耀言兄，你也来了。一个和谢耀言差不多年纪的男人起身说道：这位就是雪峰门的现任掌门李凌风。他的身形和李晨良有些相似，都是矮壮型的，看起来瞬时爆发力相当惊人。我的师弟金飞扬受了重伤，目前生死不知，咱们这北方江湖都要被人踩到头顶上了。谢耀言说道：但是我们想要把南方的资源收拢过来，灵州就是最关键的节点。这个城市的灰色地带必须拿下。李凌风怒气冲冲：我的大弟子李晨良据说中了5枪，整个人都被打废了。这群林州的黑社会简直不讲武德，欺人太甚。谢耀言冷冷一哼，声音沉沉：还有一个家伙敢让我去那个酒吧门前跪着，本掌门这次一定要拔了他的舌头。就在这两人越说越愤怒的时候，一架从灵州飞来的私人飞机落了地。与此同时，机场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因流量控制，您所乘坐的航班将暂缓起飞，具体时间未定，请等待通知。流量控制啊！李凌风的眉头一皱。铁山机场的规模中等，现在也并非高峰期，怎么就到了需要流量控制的时候了？谢耀言摇了摇头：林峰兄不要急，这种延误在机场也很正常。话虽如此，他的心底却莫名升起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来。这时候，几个穿着地勤制服的男人以及一队机场安保迅速走了过来。见此情景，谢耀言和李凌风的手下们都纷纷起身拦在了前面。李先生，谢先生，我是铁山机场集团的总经理徐志伟。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说道：有贵客，有请2位过去。谢耀言冷声问道：什么人？这总经理徐志伟说道：客人的原话是，您要拔了他的舌头。谢耀言和李凌风对视了一眼，后者是个暴脾气，他一把揪起了徐志伟的领子，咬着牙问道：他人在哪里？其余的安保队员们纷纷围了上来。徐志伟抬手指着玻璃墙外面的机场跑道说道：就在那架飞机上。谢耀言森冷一笑：好啊，胆子可真够大的，竟然敢找到铁山来了。铁山市是北陵省的第3大城市，曾经是老工业基地和能源之乡，近些年来明显落寞了一些，人口外流比较严重。不过这座城市却是北方江湖世界的中心，据说从唐朝开始，就从这里诞生了北派武学，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武术界的纷争更是精彩纷呈，几个著名军阀身边的高手都是出自于北方江湖的大派。只是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整个华夏的江湖世界都越发低调，更别提早已式微的这些北派了，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声量。而南方和中原那些门派，有的早已放下江湖身份，走出了山野，成功集体转型，融进了现代化的都市里。也有的门派两手抓武学传承和经济发展两不误，
旗下产业遍布全国，甚至有些都做成了上市公司。少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北方的江湖之中，无论是虎灵山还是雪峰门，都想着要南下了。再在这冰天雪地里待上几年，怕是都招收不到新的武学苗子了。而前一段时间，偏偏有某个掮客找上门来，说可以牵线搭桥，给虎灵山和雪峰门一个立足灵州的机会。只要拿下皇后酒吧，击垮酒吧老板苏无忌，这北方两大派就能成为临江省灰色地带举足轻重的势力了。这个掮客还让这两个门派去找到南方某势力与苏无忌有过节的李运宪，以后者的名义对皇后酒吧主动出击，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门派。可是谢耀言和李凌风一直自视甚高，认为南方人性子软弱，随随便便就能欺负了，并未把这个掮客的叮嘱放在心上。而具体执行这个任务的金飞扬和李晨良，也根本没把苏无忌和皇后酒吧放在眼里。区区一个酒吧老板而已，居然敢主动到北方找我们的麻烦，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谢耀言愤怒之极，猛然一推，这个机场总经理直接被推出了好几米，接连撞翻了2个沙发，眉骨上被撞破了个口子，血流了半张脸。机场安保们掏出了橡胶棍，想要动手，但看到那2个门派中人皆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个个又犹豫了。都跟我走。谢耀言带着虎灵山众弟子朝着出口走去，李凌风和雪峰门众人则是紧随其后，一个个杀气腾腾。然而当他们才刚刚走到机场跑道旁，却赫然发现10几架军用直升机已经从远处飞来，正在降落。李凌风的眉头狠狠皱了起来。这些直升机啊！谢耀言看了一下这些运输机所飞来的方向，沉声说道：应该是从北方军区来的。李凌风很不解，北方军区来到这里做什么？难道是要演习啊？谢耀言说道：之前的机场流量控制，应该就是给这些直升机让路的。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那10几架直升机纷纷降落。舱门打开，全副武装的蒙面特种战士已经冲了出来，他们的手里皆是端着突击步枪，严阵以待，就像是对付恐怖分子一般。黑洞洞的枪口已经瞄准着每一个雪峰门和虎灵山的成员们。谢耀言的脸色无比难看，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喊道：是不是弄错了？你们这些当兵的拿枪对着本掌门做什么？然而那些特种战士们不为所动，手指始终压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击发。见此情景，李凌风的一颗心已经缓缓地沉到了谷底。他沉声说道：我们是江湖中人，从来不曾招惹军队，请给我们一个解释。因为你们已经招惹军队了。此时直升机的螺旋桨都已经相继停下，而这一道声音是从最后一架直升机里传出来的。紧接着，从这架飞机里走出了几个身穿军装的男人，为首的一人竟是挂着中将军衔，而身后的几人全部都是少将。虎灵山、雪峰门真是嚣张的可以啊！那名中将冷笑了一声，真是丢北方人的脸。虎灵山的掌门谢耀言喊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管我们做什么，哪怕是杀了人，军队都没有资格对我们江湖中人指手画脚。北方军区副司令员向进川，这中将说道：你来说说，我有没有资格来对你指手画脚？
听到他这么说，那两大门派的成员们皆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们都知道向敬川的名字。这位向司令员曾经在边境服役多年，后来担任边防师的副师长，在与海德尔边防军的数年明争暗斗中表现勇猛，如今已是中将了。不过听说过归听说过，这些门派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向敬川的真人。听到是向敬川来了，谢耀言和李凌风这两大掌门在短暂的愣了一下之后，气势几乎是瞬间矮了几分。向司令，请问刚刚还质问对方的谢耀言，此刻竟是直接用出了敬词。向敬川冷冷说道：因为你们严重危害到了国家安全，我现在完全可以把你们就地击毙。李凌风一头雾水，危害国家安全，这是打哪论的？我们只是江湖门派而已，平日里低调守法，威胁什么国家安全？向敬川冷笑不已。刚刚还跟我说，哪怕你们杀了人，我都管不着你们，现在又说低调守法，身为掌门都是这样虚伪。依我看，你们这虎灵山和雪峰门也没有继续留在北方大地的必要了。谢耀言咬牙问道：我想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这绝对和危害国家安全无关。你即便是北方军区的副司令，也别想往我们的头上扣帽子。而此时，那一架私人飞机的舱门已经打开，舷梯也放了下来，三道身影从其中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男人身穿黑色行政夹克，身材高大，虎目一扫，眼光之中便透出了浓浓的压力。凡是被他看到的人，皆是有种即将被大山压顶的错觉。见到他，向敬川和身后的几个少将齐齐抬手敬礼。少司令员。邵飞虎面无表情地还了一礼，而紧随其后下来的则是一个看起来比老少相对年轻一些的中年男人。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出任何的气势，反而非常随和，甚至唇角都带着微笑的弧度。一看到他，向敬川的脸上明显更加激动了。他的手再度抬到太阳穴，喊道：苏将军。没错，正是苏瑞和邵飞虎来了。其余少将还是第一次看到苏瑞的真人，他们以往只听过这个军中传奇的名字，却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走在最后的则是一个年轻的上校，身形挺拔，戴着黑色口罩遮住了面容。李凌风和谢耀言的表情都难看到了极点，显然能让向敬川一个中将表现出如此尊敬的态度，这俩人起码都是上将。自己什么时候惹到的上将？邵飞虎说道：敬川这次辛苦你了。向敬川立刻说道：邵司令员别这么说，在这件事上是我们地方上管理失措，才会让这些家伙把脸都丢到南方去了。邵飞虎说道：确实，我一直把老苏的儿子当成亲儿子看待，现在北方江湖的人却直接打到他的门前，我确实不能坐视不理。向敬川点点头：这一次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其实不用惊动北方军区。苏瑞笑呵呵地说道：这也很简单，江湖是江湖了就行了。向敬川的表情一下子更加激动了。是一切听苏将军安排，这是直接化身成了迷弟了。这位北方军区的副司令员似乎迫切地想要看到苏瑞出手。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江湖是江湖了这句话之后，李凌风和谢耀言这两个掌门忽然有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危险感和失控感。
你是？李凌风看着这个看起来明显比邵飞虎和向静川年轻一些的苏将军，沉声问道：你是谁？苏瑞指了指自己，呵呵一笑：哦，我就是你要拔了舌头的那个人。听了这句话，李凌风和谢耀言对视了一眼，两人立刻说道：误会，这是误会，上将同志，这是误会。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能让向静川这个中将如此尊重的人，肯定是个上将了。要拔了一个上将的舌头，他们怎么敢？苏瑞淡淡说道：不，一点都不是误会，你们去打我儿子的时候，我正好在场。谢耀言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连忙说道：不，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苏瑞的语气里有着淡淡的嘲讽。那你们可真是不走运，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李凌风咬着牙说道：苏无忌并未受什么伤，相反，我们的2个人都中了枪，我们明明吃了更大的亏，就算是咱们扯平了，不行吗？扯平？苏瑞摇头一笑：你在开什么玩笑？谢耀言说道：那依着将军的意思呢，要借机敲诈我们。向静川怒道：你在扯什么？苏将军敲诈你们，你们配吗？苏瑞像是看傻子一样看了看那2大掌门，随后扭头对身后的年轻上校说道：给倾城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铁山，1天之内把虎灵山和雪峰门从北方江湖里抹去。1天之后，皇后酒吧，苏无忌看着被捆成了粽子的谢耀言和李凌风，笑眯眯地说道：我爸他老人家还真是疼我啊，为了我的事儿居然愿意亲自去一趟北方。萧英磊在一旁抿嘴轻笑不语。之前也不知道是谁喊着要扣那个老登工资的。在北方亮了个相之后，苏瑞和邵飞虎便直接飞往了首都，而苏安邦则是押着谢耀言和李凌风回到了灵州。苏安邦笑道：老爸最疼的就是你，他一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苏无忌嘿嘿一笑：不过我爸这次顶多也就是动动嘴，出力的还是我姐，她还得大老远的从川中跑到北边。听到苏无忌这么说，李凌风和谢耀言对视了一眼，都看出来了彼此眼睛里的震撼。妈的，这个酒吧老板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几年名震江湖世界的倾城仙子，竟然是他姐姐。这一大家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在苏倾城到达了北方江湖之后的10个小时内，虎灵山和雪峰门便被彻底打散，几乎抹去了存在痕迹。这2大牌虽然已经是江河日下，但依然保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整个北方江湖世界都不会想到，这2个门派竟然会在1天之内轰然倒塌。川中江湖世界的倾城仙子从天而降，踏在北方江湖的正中心，一脚激起了千层浪。黑小庞愣着干什么呢？苏无忌说道：把他们带到审讯室里好好招待招待。是，好好招待。小庞喊道。小庞说着，重拳已经轰到了李凌风的脸上，一拳下去，鼻梁直接爆碎，这个掌门的半张脸都是鲜血，整个鼻子都被砸扁了。紧接着小庞的大臂抡圆了，又是狠狠一巴掌，重重抽在了谢耀言的脸上。这一记耳光直接把这位虎灵山的掌门给抽得翻滚出了好几米。这谢耀言的半张脸都被抽得发紫了，从脖颈到额头皆是青筋暴起，似乎血管都要被抽到爆开了。要是小庞去参加罗尔斯抽耳光大赛，估计得当场抽死一片。混账！混账！谢耀言骂着，
他这辈子都没受过那么多的侮辱。门派居然就这么完蛋了，现在想来还跟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苏无忌一挑眉毛：嘿，小爬，你现在是听不懂命令了吗？耿老板是让你进了审讯室再好好招待，不要当着我哥的面打，不然破坏我在我哥心目中的纯良形象。苏安邦笑道：那不用担心，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纯良的那一个。苏无忌搂着苏安邦的脖子，小声说道：哥，要不你今晚先别走了，我带你在灵州洗个澡捏捏脚。苏安邦道：可别。苏无忌说道：就是单纯的放松一下嘛，正儿八经的纯绿色按摩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要是被老爸知道了，能打死我。苏安邦说道：嗨，你怕什么？我以前就说过咱俩联手肯定能掀翻这个老登。苏无忌说道：要不咱们下次试一试？走了，走了。苏安邦说道：我现在还得出国一趟，没时间在灵州多待。去哪里？苏无忌问道。北边。苏安邦抬手指了指方向。北新啊。这里做出了更名修改，改成了北新。南边相对的那个国家改成了南利。罗尔斯。苏安邦说道。我抢。苏无忌瞪大了眼睛。我们要插手他们打仗了。你小子想什么呢？苏安邦摇头无奈说道。我去是因为私事，有个重要的朋友失联了，我得去找一下。苏无忌。女的。苏安邦。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到哪里都带着一大群姑娘？苏无忌没有亲自去审理凌风和谢耀言。他虽然之前口口声声说江湖世界是一块大肥肉，但似乎对于从这肥肉上弄点油水下来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更关心那个只是这两大门派前来找自己麻烦的掮客是谁。老爸虽然帮自己出了口气，但剩下的扫尾工作还得自己来。对了，苏无忌把萧英磊叫了过来，交代道：这次审这两个掌门，把知鱼叫过去围观一下。让知鱼围观？萧英磊一时间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让那个18、19岁的姑娘去直面暴力的审讯现场。皇后酒吧的审讯从来都是暴力的，甚至是血腥的。在苏老板这儿，可不会尊重嫌疑人的所谓基本权利，花样百出的私刑简直应有尽有。没错，就让知鱼去看看。苏无忌想起了宋鹤鸣对宋之瑜的一系列特殊关照，随后摇了摇头说道：这丫头注定不可能过平静的生活了，提前锻炼一下习惯习惯，不是坏事。好。萧英磊立刻去楼上喊人了。此时宋之瑜正在楼上背英语词汇呢，听到萧英磊说要带他去参与审讯，不仅没有丝毫害怕，那一双明媚的眸子似乎一下子变得更亮了起来。这个姑娘已经完全褪去了刚刚走出大山之时的青涩与拘束了。她迫切地想要接触那个崭新却并不一定光明的世界。殷雷姐，我能先了解一下这次被审讯者的资料和事件的背景吗？宋之瑜第一句话便问道。看到他竟然有这么高的积极性，萧英磊有点意外，随后微笑着说道：当然可以，边走边说吧。苏无忌睡了一整夜，审讯室里也忙活了一整夜。到了清晨，萧英磊端着早餐走进来，苏无忌正倒立着，用2根食指支撑着身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板，审完了。萧英磊说道：这次的审讯效率比我预想中还要高。苏无忌问道：
是那2个掌门的骨头太软，还是小庞下手太重了？都不是，是老板英明。萧英磊轻笑道。苏无忌倒着走到萧英磊的脚边，看着映在眼前的一双大白腿，钻入鼻尖的馨香似乎都浓郁了一些。他说道：别拍马屁，这和我英不英明有什么关系？快说怎么回事。之前没看出来，至于真的很有这方面的天赋。萧英磊说道。心思细腻，思路清晰，到了审讯的后半场，一直是他在主导着问话，那2个掌门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那可有点意思了。苏无忌站起了身，说道：小庞折磨人的时候没吓着之余呢。毕竟小庞审人的时候场面还是很重口的。至于可能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但并不算害怕，他应该不是胆子大的人，但能有这种表现，应该是早就提前为这事做好了心理建设。萧英磊说道。苏无忌喝了一口牛奶，咬了一口面包。他不好好学习，做哪门子的心理建设？萧英磊微笑道：也许是为了进入老板的世界。还不知道谁进入谁呢。苏无忌把早饭吃完，也顾不得冲掉身上的汗水，穿着裤衩和拖鞋便去了审讯室。宋之宇已经去补觉了，熬了一夜，但桌子上的审讯笔录却写得极为工整漂亮。确切地说，这不是全程记录，只是关键线索的总结。这份总结的条理和逻辑极为清晰，苏无忌只是扫了一遍，便对整个审讯过程了然于胸。能在短短时间里提炼出一份近乎完美的审讯总结来，那些入行2、3年的特工都不一定能做到，别说一个完全没接触过这件事的大一女生了。可宋之瑜偏偏就能交出一张如此漂亮的答卷，而且光是那柔美和大气完美结合的字迹，都让人无比的赏心悦目。这丫头不干特工都可惜了。苏无忌翻看着笔录，感慨道：不过她长得太漂亮了，当特工太容易暴露。萧英磊帮忙翻了一页，轻笑道：反面还有。苏无忌一看这一页，直接乐了。这一页写的是虎灵山和雪峰门的银行账户密码，甚至连2个掌门的所有私人账户也都在上面。至于这丫头懂我呀。苏无忌感慨完，立刻问道：有没有查一下账户里一共有多少钱？之前还说对江湖世界的油水不感兴趣。萧英磊当然知道老板是个什么喜好，他立刻说道：查过了，2个门派的公户里一共有2000多万。苏无忌说道：每一家才1000万，那确实是挺穷的。这确实是实话，对于这种动辄上千人的大牌来说，1000万的流动资金还真是不够支撑多久的。萧英磊接着说道：但这2个掌门的私人账户里全都是过亿的资金量。苏无忌呵呵一笑：这是全摊到了自己的腰包啦。这样的门派能有个屁的前途？就这鼠目寸光的行为，还想吞了老子的皇后酒吧？想到了什么，苏无忌忽然紧张了起来，立刻警惕地问道：对了，这次老苏亲自出马，这老登不会把这笔钱给讹走吧？萧英磊轻笑不已：老板放心，肯定不会的。这时候谢耀言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之前可被小庞折磨惨了，10根手指全部被一节节地折断了，心里几乎被剧痛完全击溃。而在宋之瑜的审讯下，这位掌门人甚至连自己有过多少个情妇都交代出来了。一看到苏无忌，谢耀言便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自己怎么就偏偏惹上这种家世背景的人，
苏少，我其实也是被利用的，整个门派就这么亡了，实在是不公平。谢耀言还想争取一下人身自由。我跟你谈个屁的公平！苏无忌一眼就看穿了谢耀言真实目的，他懒得废话，开门见山。根据你的口供，那个前客是首都口音。